看完了沒？然後我們今天的主題非常特別，今天的主題呢就是帥哥與野獸。我變成帥哥了是不是？這是我們的鄭醫師，因為看起來像野獸。你聽到我說，因為她是美女嘛。其實鄭醫師已經很漂亮了。哎，怎麼不像你？他平常那樣講，就說對呀，我這麼美，還有什麼需要改的嗎？你不是會這樣嗎？我在想說有沒有第二句稱讚。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鄭醫師的這個狀況啊，我要幫鄭醫師做一些改造。當然了，大家會覺得，鄭醫師已經很漂亮了哈。那其實每個漂亮的女生，當然她還是會在意自己的一些可以更好的地方。今天看的第一個部分呢，是哪邊呢？好，這一塊，中臉法令紋的這一塊。其實呢，鄭醫師好，他其實當然他因為現在上妝，所以掩飾出他平常深刻的法令紋。但是在看法令紋之前其實如果大家看我之前的節目，我一直很強調一件事：一個良好的醫美跟整形的治療要建立在什麼基礎上？建立在你要先有正確的診斷。就像法令紋法令紋其實它分3種不同的 type， 不同的型，這些型有什麼不一樣？我們現在看有哪幾型，來走開。強制產品對位，劑量精準樹眉，沒效的才是最貴。想做要找專業。那簡單講，第一種就是凹陷型。那凹陷型指的是哪一邊呢？凹陷型特別針對的是這一塊三角形這個區塊。這三角形區塊其實就是鼻翼旁邊這一塊三角形啊，這塊三角形。學術上面我們講這個凹陷最主要的原因是來自於骨骼的凹陷，就是這一塊。這個是什麼？這是來自於另外一邊很有名的一個研究。好，就像我們人老的時候會骨質疏鬆嘛，你的身體的骨頭會骨質疏鬆，但是臉的骨頭骨質疏鬆，它表現出來就是這樣的一個凹陷。所以當這一塊這個骨頭它凹陷的時候，你的法令紋就顯得越來越凹。當它越來越凹的時候，你會發現一件事，除了你法令紋會變深之外，你的嘴巴從側面看也會這裡好像會越來越凸，因為這裡凹下去了。所以當我們把這個凹陷型的這個部分，我們把它填起來的時候，你看到，首先你第一個感覺就是它的法令紋變淺了，再來它另外一個狀況就是嘴凸感它也會改善。那我們來看一下鄭醫師有沒有這方面的問題。打回來。好，我們來看一下側面啊，側面好，我們看，其實它這裡稍微已經有點凹了，是它已經開始初老了。我才20出。好，不要說謊了，我們繼續。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，它這裡開始凹的時候，它這裡就微微有點凸。你不要故意翹着嘴巴，那個是在裝性感。那我們現在說的是，那這一種凹陷我們要處理，就是大家可以回去看我們之前專門針對法令紋的這幾種處理方式啊。我們可以打填充物也可以做法令夾裡去改善這樣的一個凹陷。第二種呢，法令紋呢，它主要的成因呢是來自於肌肉。就像我們抬頭紋、皺眉紋，當這些肌肉收縮的時候，你會有這個紋路出來，對不對？抬頭紋會有這個紋路出來。那法令紋也有肌肉，控制我們法令紋肌肉總共有5條。你看我信手拈來就可以知道幾條，為什麼？因為我太熟了。這5條肌肉它造成的這個法令紋紋路位置是不一樣的。那你怎麼判斷你的法令紋是不是肌肉型的？很簡單，女生會上粉嘛，就像剛剛鄭醫師他上粉上的大概有1公分這麼厚。那當你上粉的時候，你笑的時候，這裡會卡粉的那種法令紋，就是代表你的肌肉一直在拉扯它，然後導致這個粉就會堆在那裡。如果你沒有上粉的時候，就是你笑的時候，它有一條細細的紋路，就像這樣，它有一個細細的這個紋路。像這種細紋型的，它就是屬於肌肉型的法令紋。肌肉型的法令紋就要特別注意哦。這種肌肉型的法令紋，因為它是肌肉拉扯造成的，所以一旦它形成了這種紋路的時候，很多人第一個反應就是我去填充它。那你填充它，如果你是用一般的材質，它很容易在打進去之後，它很容易位移到上面來。我今天下午就諮詢那個客人，他就之前他打一般的玻尿酸，剛打的時候覺得 OK， 2個月以後，這個玻尿酸跑到上面來，於是這裡更凸，對，然後這裡就更凹，反而變得更明顯。所以這種肌肉型的法令紋不能填一般的東西，那填什麼呢？你有幾個選擇，第一個選擇
啊，就是現在有一種新的產品叫做 OBU 動態玻尿酸，有人叫女神玻尿酸。這種玻尿酸它很特別，它的間接方式很特別，它會隨着肌肉伸張收縮，所以它特別適合拿來打這種肌肉型的紋路啊，不用擔心它造成一個位移的狀況啊。它是特別為了這種肌肉型紋路制造出來的產品，跟一般的玻尿酸單純填充是不一樣的。那有些人說玻尿酸比較短效，怎麼辦呢？好，有一種方式，好，那就是我們可以取自己的一塊筋膜。筋膜大家常聽我在講嘛，臉分3層，皮膚跟皮下脂肪是淺層，中間那層叫筋膜。好，那深層就是脂肪墊。好，那這個筋膜就是中間那一層。這個筋膜它是一個很柔軟、有彈性的組織，那我們就可以用來填這個。那筋膜怎麼取？我們可以在頭髮裡面用一個傷口，小小的傷口去取這塊筋膜。我們也可以把傷口藏在耳朵後面這裡取這裡的筋膜，然後拿來填這樣子的細紋，這個就不太適合用真皮去做，用真皮用在這個地方，它做出來結果會硬邦邦的啊，所以就不好看。用筋膜的好處是什麼？那效果就會比你用玻尿酸要持久很多哦。所以如果你要簡單一點，就打動態玻尿酸；要持久一點，那我們就是用筋膜來做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的陈医師有沒有比飛出去了？他有沒有一點肌肉？他有一點點，他有一點點。而且呢，因為它今天上粉上了1公分厚，所以它已經隱約有一點卡粉了，就在這裡一點點，它還沒有很明顯，很簡單。像這種程度，我們用動態玻尿酸打就非常好 ，perfect。所以你看，我是不是一直強調診斷很重要？它有凹陷型，你要填充沒有錯，可是它如果同時有肌肉型，你不能夠打一般的玻尿酸，不然可能會位移，位移之後高低差變得更嚴重。這個一樣也是肌肉型的這個紋路，因為我們經過這個就是做筋膜的處理啊，做完就很漂亮。我們用筋膜是一個很好的方式，很少診所用這種方式啊。這也是一個這個國際研究做出來的方法，因為筋膜本來就是你臉的一部分，它是有伸縮彈性的，所以用這個筋膜來處理這種細紋型的法令紋，它做出來就很自然。也比較持久。那這個客人呢，他是合併肌肉型跟凹陷型的。在我們同時處理完它凹陷跟肌肉的部分，那它的效果就非常的理想，就非常的好。所以有的時候有些客人会抱怨說，哦，我之前去哪裡我做什麼療程，做好法令紋還是有改善一點，但不是很理想。為什麼？因為你可能是不止一個原因，你就會覺得始終少一點。下垂型。那法令紋的下垂，其實它最主要原因就是什麼？這一塊蘋果肌掉下來，蘋果肌掉下來壓出了這個法令紋哦。那這也是我們要做提升的一個重點哦。那這個提升呢，我們有最主要的一個是什麼？微創可以用拿線啊，一個是什麼？手術可以用3層次拉皮的方式來做這個提升。不過蘋果肌的拉提，很多人問說，哎，那打音波電波有沒有效？坦白說，蘋果肌這個位置哈，它在打音波電波的效果是非常差的。我相信有打過的應該知道，他會覺得說，我打了半天法令紋這一塊，它始終還是在那裡哈。那為什麼會這樣呢？為什麼會這樣呢？因為我們等一下來講解一下這個地方它下垂的一個原理。這是我們臉的一個構造哈，我們臉一樣，這一層是淺層，中間紅色是筋膜，下面是深層。隨着年齡，它會慢慢有一個傾斜的狀況，就會發現什麼？慢慢上面的會凹陷，而下面會凸起來。好，這個狀況如果我換在另外一個部位，你會更容易理解，就是像女生的胸部。我們看這個照片，蘋果肌本來應該是立體挺的，哦，就像我們術後這個樣子立體挺的。好，可是隨着年齡，當它滑下來的時候，這裡就垂出了一塊，而這裡卻是凹陷。為什麼它會變成這裡凹，這裡凸？因為它垂下來的，那它的問題根源就是在筋膜的底下。給大家看一個非常專業的東西啊，這個是我們要發表在國際期刊上面的。我已經在好幾個國際會議上講了。為什麼？你看我不斷的講臉部的層次，因為你知道這個層次，你才可以安全的操作這些提升。提升是一個非常高度技術性的東西，不管是拉線或者是手術，並不是像大家想的那麼簡單，所以我們要對構造非常的了解。你看，我把這個比喻成好像是在一個斜坡上的構造。那我們的臉分的這幾層，中間紅色的這層就是筋膜，下面這個就是深層的脂肪墊跟筋膜室，好，這是皮膚跟皮下脂肪。那隨着年齡呢，你就會看到，就像我們剛剛這樣，它就開始，這裡凹，這裡凸，這裡凹，這裡凸。這就是我們臉上這些老化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哈。我們常常有時候在看有些病人呢，他的狀況，他為什麼有些人會覺得，為什麼我比同年齡的人法令紋要深？因為他可能是 hybrid，
混合型的，就是它同時合併了下垂，同時合併了凹陷，同時合併了肌肉，所以它就會比同年齡的法令紋要深一點啊。那這種狀況我們就要對症下藥，我們要同時改善下垂，同時改善凹陷，要同時改善肌肉，效果才可以達到理想的一個狀況。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鄭醫師，自詡為大美人的鄭醫師。對啊。好，我們看一下他有沒有下垂型啊？下垂最主要看的是哪邊？就是看這一塊蘋果肌，就是看這塊蘋果肌啊。我們看哦，這塊蘋果肌開始有一點點下垂了。我們如果把這裡再提上去一點，是不是更好呢？這就是我們之後要幫鄭醫師做的事情。美女鄭醫師，她的第一階段改造的部分就是關於中臉，借由她，我們順便來解釋一下我們法令紋不同的形式，先診斷再治療，這件事非常重要，因為沒效才是最貴，想做要找專業哦。今天就到這裡啦，拜拜。我們今天的節目到這邊，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，歡迎大家把我們的資訊分享給你的朋友，我相信可以給大家很多正確的一些概念。好啊，如果你分享給朋友，你跟我們說，我們的小編會在線上把我的一本電子書分享給你哦。那這本書裡面寫了很多的關於微整形一些解剖的一些概念，我相信對大家在愛美的過程中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。今天就到這裡嘍，拜拜。看了我们今天的影片之後呢，對你是不是很有收穫？你要不要確認一下今天這個影片你到底吸收了多少？趕快來做以下這些題目哦。